给太祖母拔牙是我生命史上最独特的一页。一大早飘起小雨，那东西不完全是雨，只能说像雨，像雾，又像风。天空中分泌出很浓的历史氛围，阴谋在我的家园猝然激发，只有被盘算的太祖母在阴谋之外。我们全做好了准备，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，有一种把握命运、参与历史的使命冲动与犯罪快感。这是人类对待历史的常识性态度。太祖母坐在窗前，安闲如梦，像史书上的无事季节。我们全埋伏在太祖母的四周，不动声色，在地上投下我们的巨大阴影。中午时分，五叔来到我家，面色紧张，忧心忡忡。五叔喊出父亲，站在屋檐下面对父亲说：麻药弄不到，医院管控很严。父亲的脸色难看极了，像千年古砖长了青苔。拔不拔？五叔说。父亲没开口，对太祖母的小阁楼低下头。父亲说：奶奶，让您老遭罪了。到处都潮湿湿的，酒几的灰尘全膨胀了开来。很长时间之后，我都擦不干这段记忆中浅黑色的水迹。叔父们整个下午都在我家堂屋里喝酒，这桌酒是为太祖母办的，他老人家下楼也就格外的早。太祖母的脸上是笑，能见度很低，隔了一层不祥的笼罩。他的表情时常夹杂着相当弄不清的成分。太祖母一入座，叔父们就忙着敬酒。父亲说：奶奶，老寿星您就快100岁了，奶奶您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太祖母笑笑：不能再活了。太祖母端着酒杯很开心地说：再活不就成精了。太祖母这么说着，自个儿干了酒，叔父们的脸色就阴暗了下来，出现了惶恐的神色。他们的酒杯在手里显得沉重而迟疑，幸好太祖母看不见。我对以下的沉默时间失去了概念，可能是几分钟，也可能是太祖母的肩头又上了一层尘埃，我一直弄不清楚。在这个沉默的尽头，父亲和他的12个兄弟离开了坐席，齐刷刷地跪在了太祖母的面前。太祖母有些合不拢嘴，每一颗牙都在笑。太祖母说：起来，小乖乖，都起来，早就不信这个了。小乖乖们在地上黑乎乎地站了起来。三叔拿了绳子，七叔手执老虎钳，九叔的手里托着一只红木托盘。过了一刻，太祖母的牙齿全排在木盘里了，牙根布满血丝。我觉得这些带血的牙齿就是我的家族，歪歪斜斜排在红木托盘里头。后来我儿一声啼哭，那个念想便随风而去，不可追忆。我后来再也没能想起我当时的念头，只记得那种迅猛和生硬痛楚的心理感受。再后来，我闻到了 TNT 的气味，我就像被冰块烫着了那样，被 TNT 的气味狠咬了一口。石叔说：大哥，这血怕是止不住了，要不要送医院？父亲说：不能去，医生一看会全明白的。太祖母倒在地砖上，两片嘴唇深深地凹陷下去。人的牙很怪，平时看不见，少了它，人就面目全非。太祖母100岁的血液在她的唇边蜿蜒，此时间流失得更加无序。太祖母卧在地上，气息喘绰，喉管里发出的吱吱声讲鲁一样。他老人家的皮肤在慢慢褪色，与旧宣纸仿佛。九叔说：奶奶快不行了。五叔说：快灌水，你们都僵在这儿做什么？七叔试了几回，抬着头只是晃，不行，灌不进。这时候西厢房响起了我儿子啼哭，我冲进去对七说：怎么弄的？你怎么孩子都带不好？七说：孩儿要哭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们吵吵闹闹都在干些什么？我说：没你的事，你不要多嘴，我不叫你，你不要出来。七一边哄着儿子一边说：走进你们家像进了18层地狱，吸口气都不顺。我虎下脸来说：你说完了没有？
父亲说卸块门板，地上太凉。几个老头七手八脚把太祖母抬上了门板。我走过去拨开太祖母的上眼睑，白内障的背后瞳孔如夜色一样笼罩了太祖母生命的大地。我轻声呼唤：老祖宗，老祖宗！太祖母的脑袋就从我的肘弯滑向了手口。13个孙子一同跪下去，他们的驼背使他们的跪显得虔诚。